我听到这一句，我就是泪奔了，是。不是，这个很多啦。用你们的功力做吗？就是什么都是你的啊！这几张是对的吗？这是可以吗？原味的精华。按订阅不用钱啦。好，大家好，我是香，我是 Jasco， 我是 Ray Kenny。今天我们邀请到香港的宅宅一堂来我们节目玩，然后他们是香港唯一一个真人男男配对节目，然后他们也是他们节目唯一一个配对成功的，对。最近有被他们传绯闻。不太关我的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坐在这里，因为你可爱呀。好，那我们就想来聊他们对于他们自己是同性恋，以及香港人对于出柜这件事的看法。你们有出柜的经验吗？我其实没有正式的出柜。以前我妈还在的时候，她有曾经问过我是不是喜欢男生，但是我否认，因为那时年纪不是很大。妈妈的第一个直觉都很准呢，当时觉得很厉害啊。对。然后她就问我是不是有喜欢男生，然后我就否认了。最后她在病的时候，她又再问一次，但是那个时候她的眼神是希望我告诉她我不是喜欢男生，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拉拉的朋友。当烟雾弹这样子，就给他见过2次，他有笑的，但我知道他心里面是认为是假的。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有2个阿姨嘛，有一个阿姨，他们2个会聊这个问题，好烦啊！然后我阿姨跟我说，就我觉得，阿姨觉得男生跟男生没什么，这样吗？真的吗？我是因为那个阿姨，就我表哥也是喜欢男生的，他的儿子，对，他到最后还是没有出。就我对我妈没有出，那你有对其他就谁没有？就因为我猎流这个宅宅一谈这个节目就很大胆，就是这样上了这件事，就基本上我全部的信息都会知道。然后曾经他们也会经常找我聊天，那些现在都没有找我啊？为什么？对啊，就过年他们就可能会叫我去他们家做，对，做一下。今年没有，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因为这件事情你觉得我很奇怪的话，我也觉得我不必跟你再说太多的。这样也蛮好的，不然就可以知道身边有哪些人是接受你的，就不用去每天浪费自己的口水说那。所以香港对于出柜是不接受的居多吗？不接受，太接受，所以很羡慕，就是在台湾看到你们可以结婚啊，很开放。上了这个节目以后，就他们更多人看到我，就知道我是。如果接受我的，他们可以继续找我；不接受我的，我干嘛？这是我自己的人生，我不要为别人活。你比上一集的节目还有感呢，做这件事很厉害耶。对啊，就我觉得，我上了这个节目，我就告诉全世界，我是喜欢男生的。对，如果你接受我的，你可以来找我，你继续找我，我们继续联系。你不接受我的，我们就不要。刚刚只有你出柜的经验是什么？其实我出柜的时候，我是喝醉酒的。我爸爸妈妈蛮讨厌 gay 的，一直都是，所以我从小到大，他们一直也猜到，然后呢也试探过，就是问我你是不是喜欢男生？我老是以前也是很壮的，然后呢就会跟我妈说，他在学校很多女朋友啊，所以我妈妈就一直就觉得我是一般这样子了。有一天就是我喝醉酒了，然后呢我妈妈就是在晾衣服，我就跟她说，妈，我是 gay 的，然后她说知道啊，然后其实我一直最害怕的就是我爸爸知道是怎么样，因为我爸爸是一个传统的人，传统我不怕，我最怕就是他打我，然后赶我出门了这样子，然后我的 credit card 这样子，然后我是比较怕。真的吗？这个就是故事都有很多故事哎，是我是比较怕是其他的事了。对我最 surprise 就是我参加了宅宅一谈之后呢，他就跟我说，其实我觉得你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就是跟正常的男生，你是我儿子，所以我也是很爱你。我听到这一句我就是泪奔了，是，然后我就跟我爸爸来了一个狮子拥抱，那我拿了一张信用卡，这样我刚刚拿了一张信用卡，那你出柜是蛮顺利的耶。所以大家记得不要喝酒，知不知道？就是我侥幸的概念。对，我觉得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几天就是我爸妈心情特别好，然后呢又没有下雨这样子，又没有下雨，下雨什么？对啊，因为下雨他们我们家他的意思是说他家的那个心情是跟着天气改变。对，是你跟他在一起，你怎么不知道他讲什么？我跟他就是在荧幕前面就比较装不认识这样子。为什么？就是情绪啊。可是我常常看到屏幕以下的东西，我都想吐了。是怎样？他们怎样？很甜蜜啊！可是你不是让传绯闻吗？我们学的就是绯闻，我们也有一个是跟绯闻有关的东西。对，你们去做试管婴儿？不是，这个不能说啦，这不能说的。他是说我们一起出了一个产品，就是爱情结晶，就是叫一个用你们的东西做吗？
就是什么东西？你的是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原本的精华是我们的精华。那想请问一下你的出柜经验呢？我就比较特别，我是香港的原住民。香港的原住民，我们就是围村，就是一条圈子里面，就是很多就是同性的人，就是我是，不然那一群同性恋，对，里面想这个同性好前面哦，这个很前面的，姓男的都是同性恋，姓男的人，就很多不同姓的人有一个圈子，但是我们是比政府还要早来香港的，所以我们就是称为原住民，围绕住我们家都是认识的人，所以我们通常男生都会比较传统。就是好像我爸，因为我小时候跟我爸的感情没有很好，因为我是单亲家庭，然后我妈在我3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就是嫁了其他人，我爸就在国内工作，然后他不太理我的，回来就是每次就是骂我啊，要我念书啊，不要给我玩啊，所以我从小到大都比较怕他，我是跟我奶奶大的，然后我就跟着几个姑母跟奶奶长大的。其实到我高中的时候，我爸突然之间回来香港，然后把我赖到一旁，然后质问我说你是不是喜欢男生？他怎么会知道？小时候就打排球啊，那时候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个电影嘛，就是人有打那个是泰国的影片。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年轻的时候会比较有一点凉，我爸就觉得可能有感受到，还有我就是没有女朋友。然后他就突然之间拉我一旁，就是问我你是不是喜欢男生，就是很认真的问我说，很凶的。他还跟我说，要是你真的喜欢男生，我也喜欢男生。他说，要是你真的喜欢男生的话，他就要带我去看医生，因为我小时候很怕他，然后我跟他的感情不好，然后我就不承认，我就跟他说我不太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我觉得我自己几岁就已经知道自己喜欢男生，因为小时候看卡通片《美少女战士》那个男主角就是我的来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怕，不太承认自己是。但是后来就是大了之后，他回来香港工作，然后我们感情又比以前好了。但是他其实心里我觉得也是不太能接受，但是最后就是觉得啊，你还是我儿子，没办法。但是小时候他问我的时候，他要求我就是要负这个家庭的责任，觉得我一定要跟女生相对对。香港也会这样。但是我以前是独生子，因为对20岁的时候我有2个 twins 的。他生了双胞胎，对，好幸运哦，所以后来就是弄巧成拙的出柜。我也没有特别的出柜，因为他也不太想要聊这个东西，其实到现在。但是我跟我奶奶、跟我姑妈那些，我每次就是谈恋爱啊，是谁啊，然后跟谁啊，我奶奶还跟我说，就是你要找的话，就是找一个有钱的，对你好的，就这样子。你奶奶这么前面，今年100岁。那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喜欢男生的？小学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小5跟小6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很小就跟很多女生玩的比较近一点，会发现你的目光会对一些流汗的男生比较多。我喜欢汗味道，可能是这个。我小学3年级吧。这么早？你们香港都这么早吗？但是我看的不是同学，老师吗？老师的家长。自己这样是对的吗？这是可以吗？你走得很前面呢。没有了，就感觉可以，对了就出发。感觉对了就出发嘛，跟孙燕姿一样。哦，他不是这首歌吗？感觉对了就要出发。后来还有在要赖吗？没有啦，太前面了。那原委呢？我应该是你说真的是喜欢还是有感觉？对，就告诉你的几岁的时候看卡通片都已经是看男主角了。你那时候看卡通片，也是因为卡通片才喜欢的。可能是啊，如果对同学都没有任何兴趣，应该没有，可能没有帅的吧。那直到什么时候交第一任？不是初恋？我念书的时候没有第一任男朋友，都没有，也没有对，但是我有喜欢的，就是我喜欢一个直男，在我中学2年级的时候，对，然后那个直男是排球队的队长，然后我还给他情信啊。难怪你喜欢排球，也不是，开玩笑，跟这个没有关系，但是就是那个时候有明恋他，但他也知道的，他会跟我就是有一些 body touch， 但是也没有不到什么过分的，就是他也会就是挨在我身上啊，然后我们会抱抱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就没有那个有传绯闻吗？没有，只有我喜欢他，因w他很多女生的。他有在联络吗？没有，但是我还有他的 Facebook， 他好像最近结婚，但是我在5-6年前看一个排球比赛，有看到他真人，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好像有点喘不过气的感觉。还是在打排球，他打这么久。对，他就是香港的话，就是有一些人毕业之后他们会约组、甲组什么的，他刚好就是我朋友的那个队的，然后我刚刚去到我才看到，哦妈的，看到他，然后我就
心有一点有点初恋的没有感觉，也不是到恋爱的感觉，就是感觉不太不好意思，就是感觉有点不舒畅。那你们有喜欢过女生吗？有有。有，怎么是你？开玩笑的啦！怎么是我？所以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好，就是小没有学了。我刚才就是说小5、小6嘛，然后呢，就是这个时间我还没 confirm 自己是男生还是女生，因为在我脑海就没有同性恋这个词，所以我就尝试，也有一些女生是有好感的，但是感觉就是拍拖之后就味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拍告白就会感觉不对了？跟男生还是女生？女生啊，他们追我，然后你怎么样回绝？我没有回绝、啊。你不是说你喜欢吗？我就接受啊，但是接受完之后就觉得就是不是这件事。这件事没有感觉了。不是你是渣男，不是爱情感觉海王，海王是什么意思？他不是是海王哦，海王不是渣男海王，渣男哦，渣男对。他讲完了。那没有任何继续发展之类的吗？他跟我一起上中学了，对他就一直很爱我，然后就做很多事，给我办生日、写功课、买很多礼物给我，对你这么好，买巧克力这样子。那你有送过女生东西吗？什么东西？你真的是海王哎！就是你有送过他东西吗？有，他生日我有送他东西。所以那时候对他什么感觉啊？就是没感觉啊。八大工具人 ，Tour Man。没有当时没有这个词。但是你有这个动作，他有这个动作，只是没有这个词，有潜质，有潜质。你是仔仔里面最海的。其实我想说，就是如果你爱上一个不爱你的人，就不要做这么多事了，因为他会感激的。你不能这样讲啊，他至少做得开心，他希望你开心啊。但是我不开心啊，你不开心，他为你做这么多事，你还不开心，你到底还给他工作，你还给他功课，你是海王哎。那你呢？因为我从小到大也跟女生一起玩，但是小时候中学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哦，我是不是有一点好感之类的？所以后来发现，完全不是，就是我只是喜欢跟他们做朋友。那会不会有因为社会框架的关系，然后觉得不应该喜欢男生？没有，都没有。我喜欢什么就去爱什么啊？为什么要理别人的怎么看？惊讶的回答哦，我以为你们都会。我不会啊，为自己而。你们都不会吗？会啊。可是你们都说香港人很不开放啊！你要知道，我们毕竟也是赶出来拍这个节目的人，对，就是我们本来小时候啊，你又不是因为小时候就开始拍了，还是你们要出仔仔一堂2，然后从小时候拍到长大？那你呢 ，Kenny？你有没有喜欢过女生？没有，跟女生处的跟姐妹一样，就没有任何就是闺蜜。是香港男生都这样吗？就是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就觉得这样就对了，然后不一定，有很多其实他们不太敢，还是你们就是我们敢，所以才有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要告诉他们，其实我们就跟普通人一样，我们要接受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要是我们不伤害别人的话，我们就要忠于我们自己，去爱别人，去爱自己。所以香港其实是蛮开放的吧？其实没有吧，其实没有，一般般。台湾也是差不多。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台湾好像很进步，但殊不知还是很多可怕的一些网民在底下留言谩骂什么。但是我觉得网民就是最不用 care 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就很多也是没有拜高踩低，对，还有就是很多是做出来的，在做出来脸吗？哦，没有了，编出来的。你为什么？我也是，我有补了。因为你又很高才敢这样子。所以大家请看我们的 Boyscation 的。好，也谢谢仔仔一堂来分享他们对于香港的出柜以及他们对于同性恋这个的接受程度，然后也让我们更了解香港的文化。然后这个是他们准备要送给你们的，他们的写真书跟他们的文件夹。哎呦，你们拿着这个，我不要看到你，我不要拿这个，要你吧，拿看，我拿这个就好了。对，我们总共有3份，这送给大家。跟发型变好多哦，我来看谁是谁，需要认真看一下。就刚好左边右边对不对？我得罪人了。这本真的非常的厉害，他们去非常多香港很厉害的景拍摄。然后第一个就看到你是怎样，你是比较多吗？你是怎样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啊，他说这么俏皮的是怎样？是这样子，为什么你要把我演绎到这样子？对啊，你们自己看，明明就不是这样子。然后如果喜欢这本的话，记得在底下留言，然后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去追踪他们的频道，他们的 Boyscation， 然后下面就是左上角他们 IG 可以追踪哦。然后记得在底下留言，可以抽出3位有留言的朋友，然后记得去订阅他们，拜拜。